带着比自己大10岁的寡妇私奔，隐居深山50年。为了方便妻子下山，徒手凿出6000多级的爱情天梯，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爱情。这是发生在重庆江津大山里的真人真事儿。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国江，他与妻子的故事还得从刘国江6岁的时候开始说起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爱情天梯的山脚下，穿过这个吊桥，然后从这边山上上去呢，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哈。这里呢，就是2位老人的一个塑像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慈祥的笑容。这里呢，就是爱情天梯的第一步。从刚刚我们来的吊桥那儿走这个峡谷进来呢，大概是800多米的一个路程。走吧，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走一走这6000多阶的爱情天梯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当时只有6岁的刘国江不小心磕断了大牙。在农村呢，有这么一个习俗，小孩子磕掉的大牙，如果被新娘子摸一摸呢，就能再长出来。当时大刘国江10岁的徐朝清呢，正好要出嫁，也就是后来刘国江的妻子。于是呢，刘国江的伯娘就抱着他去给新娘子徐朝清摸了一摸她的嘴巴。那一年，刘国江6岁，徐朝清16岁。这一摸呢，给刘国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徐朝清16岁结婚，26岁时却因丈夫意外离世而成为寡妇。婆家呢就说她克夫，于是她带着4个孩子独自生活，没有吃的，就背着孩子到山上捡野生菌，连3分钱1斤的盐都买不起，日子过得异常的艰难。有一次，徐朝清和小孩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而16岁的刘国江刚好路过，把他们救了起来。这也是刘国江第一次看清楚徐朝清的模样。之后呢，刘国江经常主动去帮着徐朝清料理家务、上山砍柴、做农活等等。如此帮助了徐朝清3、4年的时间，2个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，他们相爱了。但是他不但比他大10岁，还是个带着4个孩子的寡妇。自己的父母不同意不说，村民的闲言细语更是能把他们淹死。为了不给父母太大的压力，避开村民的闲言碎语，1956年的某一天，他们相约带着4个孩子一起私奔了，跑到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，过上了与世隔绝般的隐居生活。丈夫打猎养蜂，妻子种菜织布，共同抚养着4个孩子。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一次，妻子徐朝清下山不慎摔倒，浑身是伤。刘国江心疼不已，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刘国江决心亲手开辟一条道路，方便妻子上下山。每天他忙完农活，就不知疲倦地奔走在这悬崖绝壁间，用铁锤、钢钎一点点地开路，凿石梯。渴了就喝山泉水，饿了就随便吃2口，争分抢秒为妻子打造安全下山路。要知道，机械化的今天，想要在悬崖间修路都非常难，而刘国江只凭一双手就做到了。从朝气蓬勃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末年，不知不觉半个世纪就像弹指一挥间。他用碎了20多把钢钎，40多把铁锤，硬是凿出了6208级天梯。天梯凿成后啊，每一次下雨，他都要亲自来擦拭这每一阶天梯，为的是防止天梯上长出青苔，导致妻子滑倒，保障妻子的安全。你们看，多么的细心啊！每次修完石梯回家，徐朝清都会摸着刘国江的手，看着大大小小的伤疤和老茧，心疼不已。刘国江都是一笑而过。徐朝清说：“我心疼他，可他总是说等路修好了，我出山就方便了。其实呀，一辈子我也没出过几次山。”为了安全的让妻子上下山，刘国江花了整整半个世纪，6000多级的台阶，每一阶都是对妻子最浓厚的爱意。这个呢，就是当年2位老人住的故居啊。但是9年以前呢，其实是一个荒废的状态。后来这个不断的有人在网络上反映呢，所以老人家的小儿媳妇呢就回来把这个房屋打理起来。所以现在呢是老人家的小儿媳妇、小儿子他们住在这里。那么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上来的时候是住在上面那个一个岩洞的下方。我们走这里走上去看一看。
哇，他们曾经居住的这个洞穴就是一个水帘洞啊，非常的漂亮。看，这里是以前打造的这个石桌子，是吧？当年2位老人上来之后啊，就是居住在这里。那么这里有一些小木料呢，我们也看得到，那边还有一个吃饭的一个石桌子。这里呢写有几个字啊，七生崖。正好这里呢上面有一个盖着的大石板，那么在这个下边呢就不会被雨淋到，而且门前呢还有一个瀑布啊，这地方真的是美如世外桃源一般。那么他们2位老人呢是在这个地方居住了3年之后，才到这个下方去住的那个土墙房。2001年，一队户外考察队进入森林探险，看到有条石梯通向人迹罕见的高山，于是一路进山，才发现刘国江和徐朝清2位老人。他们仿佛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，点着煤油灯，住着简陋的土墙房。而以前没有土墙的时候，是住在山洞，在山上开垦土地，耕种粮食，自给自足。后来他们的爱情故事被传开，人们便把这6000多级的台阶命名为爱情天梯。2007年，刘国江老人离世，5年之后，徐朝清老人呢也离世，2人合葬在爱情天梯旁。他们牵手一生，相守半个多世纪，终成传奇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随。人家冤枉你，说你打架抽烟，然后你就生气，真把人打来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正安县的大山里啊，这里有一条小道通向山那边，看模样呢，经常有人走啊，估计那边呢还有人居住。今天咱们就过去探访一下啊。我的这个车子是停在山那边的，我已经走了一会儿了。这2天呀，在这个大山里面穿梭也有点热的，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哈。这个下边的路啊，看起来走的人比较多，但走到这个山上来就没这个感觉了，就没什么人走了这个路。这怎么走到这里越走越没路了呢？我这还要不要继续走啊？这个可以吃啊，朋友们，你们看到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可以吃的，真可以吃，不跟你们开玩笑。你们看看这个是不是彻底没路了？然后这个山梁上这些马耳草、这些嫩草特别的多，是吧？嫩草非常的多。哎，怎么这里又有路了？神奇！这里又有一条小路，那继续走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地方啊，整个就是荒无人烟的一种感觉。哎，这个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有一栋房屋了，这里这一块空地就是以前的宅基地，对吧？然后这一户人家呢，可以肯定已经搬迁出去了。然后呢，可能是老人家要回来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搭了一个那个棚，在这个地方临时居住。最主要的可能是在这里养蜂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喂养了好几桶的这个蜜蜂。这个门前呢，这里有放了一些木材，包括那儿还晒有一些东西。因为我们看到门前这块土地这里呢，它种有一些土烟，还有一些玉米啊。但是我在这里说了半天话呢，这个棚子里好像也没有人出来。我估计呢是上山上去了哈。咱们继续往这边向前走看一看。这个电线是继续往这个山那边拉的，所以那边一定还有人居住啊。今天这个太阳挺大的，我在这个山里面上下的，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已经走了1个半小时了。
我现在呢，大概已经翻过了2个山梁。一开始是爬山，现在你们看到我是下山，对吧？就是一上一下，经过了2、3个地方了。这地方怎么这么陡啊？哦，这下边有一个平的地方，我估计呢，有人就是住在这个下边的。因为我们从这个卫星地图来看的话，一直往前延伸出去3、4公里呢，还有人，但是我不可能走那么多路啊。下到这个山腰好凉快啊，又让人感觉豁然开朗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房子了，这里也是有人在这里居住的。我们看看，有种了好多的这个玉米，然后这边种有一些菜。这个地方就比较平坦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是地处一个山腰，但是它是山腰的一个山坳处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有一大片的良田，对吧？这土地非常的多。诶，咦，还养了个狗。你们住在这里吗？这里是你们宫？你们住哪儿了？在下面。还要往那边走啊？就是跟着路下去。跟着路下去有好远吗？没好远，70分钟就到了，14分钟。保证到。这点还有几家啊？这点？还有那边。还有你舅舅不？还有你不？还有这里，等于这里有3家哈，这一片。等于你们要走的话，也是从我走的这条路过来出去。那你们出去不是要走1个多小时啊？你好大了？我啊，15。你15岁？没读书啊？没有啊。读到初二？读到初2就回来了？那你不是刚回来2年？为啷个不读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嘛，我都不好意思讲。有啷个不好意思啊？因为在学校我都不晓得我做啥子错的，因为我没有打架，没有抽烟，他们都怪我。没有啷个？没有打架。没有抽烟，然后他们就说我打架，我抽烟，然后我生气了，我就把某个人打的，然后我就抽了一根烟，就把老师抓到了。人家冤枉你，说你打架抽烟，然后你就生气，真把人打来。打的。你何必呢？本来没有的事儿。污蔑我心情不好啊。那心情不好你也不能去打人家噻。我本来就是下课就在桌子上面睡觉写作业，然后他就说我打架，气不过。你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吗？还有我爸爸妈妈。你爸妈也在家？啊，你是这儿来耍？然后望牛。望牛？人家有好多牛啊？7、8头。专门在山里面养牛了。哎，对。你们家种地没得？种的呀，这都是我的。这些是你们种的呀？下面还有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就回来就没读书？没有啊。2年了嘛？是哪个不等你读吗？是你自己不读？读不下去啊！真的遭冤枉，每个星期都要遭冤枉2次。人家何去何整你？对头。你跟老师说噻。老师就是因为我数学不得行，他不相信我啊。可以到别的学校去读噻。不想读嘞，不想读了嘛，那么也可以出去，年龄也不到哈。你几姊妹啊？8姊妹。天。真的。你占老几啊？老5。女生占老5。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是吧？等于你是总的占老7了嘛？我发的这张就是说做会社会猎人。你说你才15岁，你去发这种成年人的照片，还说做回社会女人，这不对的噻。还有没有视频？有没有视频？视频啊？害怕看到你吼你。不吼啊！我好好的跟你说，我吼你装嘛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发哪个视频？你想听吧？
你比如说我在那追牛啊，追牛的时候我把摄像机放那儿，你就把它拍出来，然后你又自己拿起镜头给对到牛往前头走啊、吃草的啊，这些镜头也可以拍。父母喊你的镜头你也可以拍，喊你吃饭了你也可以拍。那么你就把这些拼起来，比如看到山上哪里有个啷个好玩的东西啊，你也可以拍。你自家的房子你也可以拍。那么你把这些东西拍了无数的镜头啊，把它拼起来，拼起来之后啊，你就说我在大山里面养牛啊，或者你说你没有读书了，我回来帮到父母干家务啊，干农活啊都行，但你不要去说不好的。我打游戏带他们上排位没说噻。你打游戏也得大得很吗？不噻，我是偶尔打。嗯。然后有时候他们喊我带他们上分，我没有看到，然后又遭他们骂一顿。那你现在的想法是啷个哟？不打了噻，游戏卸载了噻。游戏卸载的，不打了。那么未来有没有想法没得呀？15岁啊？打算是今年子去办个户口本，身份证。今年子就办个身份证。然后呢？然后出去广东那些经商噻。你信啷个？我还没有问你。我信你。等于你今年应该把身份证办了，明年就可以出去了。你听我的嘛，你这半年好好的拍嘛，就像我跟你讲啷个拍嘛。虽然说你是读书遭人家也冤枉了哈，但是不要去把这些当成啷个记仇啊。我没有记仇。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。对，就是要学会不放在心上。明年子他出去在外面去上班，找个好点的班上，一个月有几千块钱噻，买我需要学习的东西，然后来好好的学。如果自暴自弃了，就怪到哪个都帮不了你。上次我跟我爸爸商量事儿，我爸爸不干。哪个事儿？你跟他商量？就是我们就是图评嘛，然后他们说需要当那个，就是做暑假工嘛，然后我爸爸叫我爸爸不干。那不干嘛就听他的嘛，反正做暑假工也做不到几天，是不是嘛？你要听父母的，有些事情你不要跟父母吵。首先你要晓得呢，你现在的认知世界跟他们也不一样，他们天天住在山里面，他们好多东西都不晓得。你晓得的互联网的东西、外面的东西，他们都不一定清楚，所以你不要跟他们吵，因为你理解的东西他们理解不了，懂这个意思吗？你只要年龄到了，出去打工的，好，你就会认知到更多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做啷个，你就会做啷个了，他们也不管你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你在屋外头呢，就好好的帮他们干活儿就行了，不要跟他们争吵，没必要的。你内心也比较强大，那么我觉得你未来哈。很有可能会成事儿，出去上班了，然后一边上班赚钱，一边学习，花个5年的时间学习，然后才20岁，那个时候再想，我想干啷个都行，不要慌，哈。本来就不慌，我不慌不忙。对，你说你在学校的时候，可能同学也都看不起你嘛，说你山里面的嘛，对吧？是噻。但是你自己不要有这种想法，人家看不起你自己的时候，你自己要看得起自己，还是学习是重要的。虽然说你现在不想学习，但是我为啷个说，上班了的之后，你还是要去买书，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方向的书哈，来学习，因为学习才重要。你不要一天只去玩手机了，只去玩这个游戏了，就拐了，晓得不？游戏我现在的，现在我。这社会上有很多坏人，但是也有很多好人，晓得不？我们要去接触好的人，我觉得跟这个人啷个接触。对我是好的，对我是友好的，而且我们之间也能互补，有很多东西也能相互促进的，我们就结交。他是整天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的人，我就尽量的少跟他来往。因为你跟这种人一接触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的受他们影响，就会变成他们那种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自己出去交朋友这些也要注意。比如说，就像你说你哥那种啷个，钱又赚钱不了，一天抽50块钱一包的烟，当然是你要哥，你没办法。我把我哥电话都拿去了，你都不要说。是吧？本身就是穷苦孩子出身，对吧？你好不容易赚点钱，你结果我干50块钱一包的烟，就算赚到钱了，都要学会省吃俭用，然后尽量的去让我们赚到的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是吧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到这个地方的路是从山那边爬上山之后，沿着这个山这些小道慢慢的走到这里来的。单程大概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！这里呢原本有4户人家，现在呢只有2家人还在这里居住。
我们一进这里呢，就遇到一个小姑娘。这个小姑娘呢，才15岁啊，但她已经没上学了。从我跟她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，得知这个小女孩挺不容易的。还好呢，我跟这个小孩交流了一下，我觉得她整个人的心理状态还非常好，然后呢，内心也够强大。我呢，在此呢，也希望她以后出去打工呢，能够一边打工一边学习，希望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。